很多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自己的中文说得不错了，字也认识了不少，但是第一次被中国朋友邀请去吃饭，一到现场，整个人是懵的。我该坐哪儿？什么时候可以动筷子？为什么突然有人站起来敬酒？最可怕的是吃完饭买单的时候，一些人争着抢着去买单，好像打起来一样。如果你也经历过，或者你想要提前做好准备，这期节目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的饭局文化。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座位说起。在中国的饭局上，你坐在哪，基本上决定了你今天的角色。这不是随便的，是讲规矩的。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办法：看门，正对着大门，离门最远的位置叫主位。主位是主人或者最重要的人坐的，而背对着大门，离门最近的位置叫副陪位。坐在这里的人通常要负责催菜、倒酒、招呼服务员，可以说是全场最辛苦的位置。那如果你是被邀请的客人，你该坐哪儿呢？一般来说，主人会安排最重要的客人坐在自己的右手边，而主人的左手边通常是第二重要的客人。如果你一进包间，主人便把你朝着正对门的方向引，那么恭喜你，你一定是今天的主角。但是如果主人把你引向背对门的位置，或者大家跟你说没关系，随便坐，那么大概率你是陪客。作为陪客，你要做什么呢？这就轻松很多了。你可以跟着吃，跟着喝，只要不抢风头就好。这里给学中文的外国朋友一条保命建议：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坐哪儿，永远不要第一个坐下，或者主动坐到正对门的位置。等待主人安排是最安全、最礼貌的选择。现在大家都坐定了，菜也都上齐了，这时候你可能会遇到第二个难题：大家都没有动，我可以先吃吗？答案是不可以。在中国的饭局上，第一筷子是很有讲究的。通常由主人先夹第一块，或者主人把菜夹到你碗里，大家才开始正式吃饭。如果你发现餐桌上有一条完整的鱼，你要注意了。鱼头朝向谁，谁就是今天最重要的客人。主人会先敬他3杯酒，然后请这位客人夹第一口鱼肉。在这之前，其他人是不会动这条鱼的。如果你刚好是鱼头对着的那个人，不要慌，你只需要做2件事。第一，等主人敬完酒。第二，动筷子夹第一口鱼肉，然后对大家说：大家趁热吃，别客气。这时你就向大家发出了
正式开餐的信号。如果你不是那个鱼头对着的人，那就简单了，你只需要等主宾动完筷子，跟大家一起开动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来说第3个环节，敬酒。很多外国朋友听到敬酒2个字，第一反应是不是要喝很多酒，或者是不是不喝就是不尊重。其实敬酒的核心从来不是酒，而是语言。在中国的饭局上，敬酒的意义是表达尊重和感谢。你举起的是一杯酒，但是你说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是主宾，主人会第一个敬你，他会站起来，举起酒杯，说一些欢迎你、感谢你到场的话。这时候你也要站起来，双手举起酒杯，稍微低一点，然后回敬。如果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下面这句话是一句万能的敬酒词。你可以说：感谢邀请，很高兴认识大家，我敬大家一杯。这句话既简单又不会出错。另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小细节，当碰杯的时候，你的杯口可以比对方稍微矮一点儿，尤其对方是长辈的时候。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，但是中国人会注意到，他会觉得你非常的懂礼貌。如果你真的不能喝酒，也没关系，你可以说：我以茶代酒，敬您一杯。中国人通常都会理解的，不会有人强迫你。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让外国朋友困惑的，那就是买单。在中国，吃完饭以后，总是会有这样的场面，2个或者很多人抢着买单，有时候甚至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声音很大，像吵架了一样。其实这不是真的吵架，而是一种仪式。在中国文化里，抢着买单表达的是慷慨，是好客，是对客人的尊重。谁抢赢了，谁就赢得了面子。那如果你是被邀请的客人，你该怎么办呢？给你一条黄金法则，你可以抢2次，但是不要抢赢。具体来说，第1次，账单来了，你站起来说：我来，我来付。第2次，主人拦住你，你继续坚持说：真的，真的我来付。第3次，主人继续拦住你，这时候你可以坐下来，微笑着说：好，谢谢，下次一定我来请。这样你既表现出了礼貌，又没有抢了主人的风头。如果你真的抢赢了，把单买了，主人反而会觉得很没面子。因为在中国的饭局逻辑里，主人拥有这场饭局的权利，你让主人买单，就是尊重了他的地位。而如果你是被邀请的主宾，你甚至不需要参与这场拉扯，你只需要在结束的时候对主人说：感谢您的款待，这就足够了。其实中国饭局文化的核心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，那就是让最重要的人感觉到被尊重。
所以，无论你是主宾还是陪客，只要你在饭局上表现得尊重别人，就一定不会出错。其实，中国人这种在饭桌上讲究尊卑面子的社交规则，并不是今天才有的。下期高级汉语，我将带你穿越3000年的历史，去看一看中国古代博物馆中的青铜巨兽鼎。从饭锅到权力王，我们一起看一看中国的规则到底是怎样在饭锅中被死死写好的。别等了，按下订阅键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